好，今天我們來聊一個記載在士世記裡面的古老故事。這個故事的主題可以說是屬靈上的大墮落。哎，你可能會想，這聽起來很嚴重哦。沒錯，這個故事就是要挑戰我們去想一件事：一個看起來好像沒什麼大不了的個人妥協，到底是怎麼像病毒一樣，一步一步擴散開來，最後搞到整個社會都崩壞了。我們先用一個比喻來開場。你想想看哦，在一場運動比賽裡，如果裁判不公，收了黑錢，那整場比賽基本上就毀了，对吧？那問題來了，如果把場景換到一個國家、一個家庭，就只是一個家庭哦，他們在信仰上做了一個錯誤的決定，有沒有可能引發連鎖反應，最後竟然能敗壞整個國家呢？哎，這就是士世記裡這個驚人故事的核心。這個腐敗的裁判的比喻哦，可以說是非常精準地描繪了我們等一下要講的故事。這是一場從個人開始，但最後卻擴散到整個群體的系統性腐敗。而這一切混亂的根源，都要從當時那個特別的時代背景說起。就是這句關鍵的經文，為整個時代定下了一個非常黑暗的基調。那時以色列中沒有王，個人任意而行。你試着想象一下，一個社會如果沒有共同的道德標準，每個人都只憑自己的感覺來做決定，那會變成什麼樣子？這就是當時以色列的真實狀況。所以說，這個任意而行到底是在講什麼？原文的意思其實很直接，就是說每個人都做自己眼睛裡看為對的事情。誒，這聽起來好像蠻自由的，對吧？追求個人自由嘛，但你想想看，這實際上是一種超極端的道德相對主義。也就是說，當每個人的我覺得、我感覺都變成最高法律的時候，你覺得會發生什麼事？沒錯，混亂就是從這裡開始的。好，現在我們就來看第一個具體的例子。這個人叫做米迦，他的一個行為看起來好像只是他家的私事，但沒想到卻點燃了後來燎原的腐敗大火，就像推倒了那致命的第一張骨牌一樣。這裡的對比真的非常諷刺。米迦這個名字在原文中是一個充滿敬畏的問題，誰能像神？哇，一個多麼神聖的名字啊！但你看看他的行為，偷自己媽媽的錢，自己製造偶像來拜，還蓋了一個私人的神壇。他做的每一件事，根本就是對他名字的徹底背叛。那他到底偷了多少？聖經上記錄是1100舍客勒的銀子，這個數字可能沒什麼感覺，我們換算一下，大概是今天的18000多塊港幣。你想想看，在那個年代，這絕對是一筆超級大的數目。所以啦，這根本不是什麼順手牽羊的小事，這是一次，足以徹底摧毀家庭信任的重大背叛吶。米迦的腐敗還沒完哦，他跟他媽媽一起搞出了一個客製化的宗教。你看，他們嘴巴上說錢要獻給耶和華，結果轉頭就拿去做偶像。他們蓋了自己的神堂，還做了只有大祭司才能穿的以弗得，甚至還叫自己不是利未人的兒子來當祭司。這根本就是用一個很敬虔的宗教外殼來包裝他們自己內心赤裸裸的偶像崇拜嘛。好，如果說米迦是那個點火的人，那接下來出場的這位利未人根本就是往火裡澆汽油的人。他的妥協不只是他個人的墮落而已，更重要的是，他為米迦家裡的這套私人腐敗披上了一件看起來好像很合法的宗教外衣。我們知道，在以色列，利未人是被分別為聖，專門服侍上帝的支派。他們沒有自己的土地，這代表他們的生活要完完全全信靠上帝的供應。但是這位匿名的利未人呢，他卻放棄了這個神聖的呼召，像個流浪漢一樣到處找工作。最後，他竟然為了薪水跟安穩的生活，答應去服侍一個偶像。你看，這是一個多麼徹底的妥協。
接下來米迦講的這句話，完美地說明了問題有多嚴重。他說：“現在我知道耶和華必賜福於我，因我有一個利未人做祭司。”你看他有多天真，他覺得只要花錢請來一個專業人士，一個有神聖身份的利未人，他拜偶像這件事就好像得到了上帝的認證一樣。他把信仰完全簡化成了一場可以靠錢來操縱結果的交易。好了，現在這個腐敗的病毒已經從個人傳染到家庭，然後再透過這位妥協的祭司，準備要擴散到一整個支派了。現在我們就來看看但支派是怎麼把這場腐敗變成一場全國性的災難的。其實這一切的根源都來自但支派一開始的悖逆。上帝早就分配給他們土地了，但他們沒有憑着信心去打仗，反而因為害怕當地的敵人，就選擇逃避。他們放棄了自己神聖的使命，跑去找一個看起來更好打、更容易得手的目標。哇，你看他們墮落的速度真的快到嚇人。第一步，他們跑去問那個偶像：“幫我們算一下，我們這個侵略行動會不會成功？”你看，先用宗教來包裝自己的壞事。再來，第二步更直接了，600個士兵直接把米迦的偶像跟祭司全部打包帶走，根本就是公然搶劫。第三步，他們對那個利未人說：“別跟着米迦了，來當我們整個支派的祭司，位置更大哦。”直接把他挖角過來。然後呢，他們就跑去突襲，摧毀了一個根本與世無爭的和平城市。最後一步最扯，他們把這一整套偷來的、搶來的非法的崇拜系統，直接變成他們支派的官方宗教。你看是不是很誇張？這背後的影響真的會讓人不寒而栗。米迦他家裡的偶像崇拜可能只是短時間的事，但是但支派把它制度化之後，這個從米迦家裡出來的偶像，竟然被整個支派拜了長達450年之久。這代表什麼？這就代表在以色列有上帝的會幕在失落的整個時期，這個非法的偶像崇拜中心也一直都公然的跟它並存。你看，一個家庭小小的妥協，最後竟然造成了長達好幾個世紀的屬靈污染。好了，故事講到這裡，我們看到了一條非常清楚的墮落軌跡。那麼，這個發生在3000多年前的故事，到底想告訴我們什麼？它跟活在今天的我們又有什麼關係呢？整個故事為我們非常清楚地展示了什麼叫做罪的骨牌效應。一切都是從個人的貪婪跟悖逆開始的，接着透過一個本來應該捍衛真理的人的妥協被放大，最後被整個群體接受，演變成制度性的腐敗跟暴力。一個看起來沒那麼嚴重的個人選擇，最終引爆了一場社會性的災難。讓我們最後一次回到這句貫穿整個故事的關鍵經文：那時以色列中沒有王，個人任意而行。這句話不只診斷了當時的問題，它也為我們接下來要思考的事情提供了一個非常重要的對比基礎。你看這個對比一目了然，士師時代問題的根源是沒有王，但對於今天的信徒來說，情況完全不一樣了。我們有一位君王，那就是耶穌。我們有一個客觀的真理標準，那就是聖經。我們也有一位在我們裡面的引導者，就是聖靈。可以說，我們擁有了士師時代的以色列人所沒有的一切屬靈資源。那麼，這就帶出了我們最後也是最深刻的一個問題：既然我們擁有一切可以避免任意而行的資源，我們有君王，有標準，有引導，那為什麼有時候我們還是會選擇去做自己眼中看為對的事呢？這個來自古老文本的故事，最終將挑戰我們每一個人去誠實地反思自己的內心。